见刘曼琼表情落寞，叶晨忽然有些同情这个港岛顶级豪门的大小姐。刘家辉固然有钱，但刘曼琼依旧没能拥有一个完整的童年。父亲的背叛与母亲的早逝，早就把他的童年彻底摧毁。这一点，叶晨与刘曼琼的经历也有几分相似。他的父母虽然感情很好，但撒手人寰之后，也让叶晨的童年彻底分崩离析。自那之后，叶晨在福利院里生活10年，虽说有李阿姨的照顾，但对叶晨来说，那依旧是痛苦的10年。因为那10年里，他前5年每天都要重新接受一次父母去世的现实，后5年里则每天都在与思念父母的悲伤情绪做对抗。而真正治愈叶晨后面20年，让他始终保持平常心，并没有走上歧途的，便是父母在自己8岁之前给自己留下的谆谆教导与美好回忆。想来刘曼琼的美好回忆应该便是小时候妈妈每天带着她来这里，为了哄她吃饭用尽手段，后来那个最爱她的人不在了，她便只能到这里来寻找她的影子。这时候路边一位系着围裙正在翻炒牛河的摊贩看到刘曼琼走过来，连忙笑着打招呼，曼琼小姐您来了。刘曼琼回过神来，赶紧微笑着说道，南叔，前2天怎么没见您开档啊？摊贩乐得合不拢嘴，说道，前天儿媳生了，是个胖小子，足足7斤8两。哇，刘曼琼惊喜地说道，真是太好了，下次来一定给小家伙包个大红包。摊贩忙道，不用了曼琼小姐，我们每年都受您恩惠，哪能再让您破费。刘曼琼微笑道，南叔，要不这样吧，我跟万经理说一声，免了您后半年的档租，就当是给小家伙发红包了。摊贩诚惶诚恐地说道，这怎么行呢，曼琼小姐，您10年没涨租，对我们已经非常照顾了，要不是您，我们哪还能在这里养家糊口。刘曼琼嬉笑着说道，南叔，您就别跟我客气了，我稍后就给万经理说一声。说罢，他指了指叶晨，对摊贩说道，南叔，我带朋友去里面吃点东西，先不打扰了。摊贩感激无比的点点头，随即看着叶晨，一脸笑意的问道，曼琼小姐终于拍拖了？没有，刘曼琼连忙摇头，普通朋友。摊贩一脸深意的看着叶晨，认真道，我在这里做了20多年，你是曼琼小姐带过来的第一个男生。刘曼琼有些慌乱的说道，南叔，他真是我一个普通朋友，您就别在这放烟雾弹了。说完，赶紧招呼叶晨，叶先生，我们走吧。叶晨与那摊贩点头示意，随后便与刘曼琼往小食街的深处走去。与南叔的摊位拉开距离之后，叶晨便好奇地问他，曼琼小姐，我听刚才那个南叔话里的意思，你好像是这里的房东啊。刘曼琼眨了眨眼，纤玉手沿着小食街的头尾方向比划了一下，一脸得意地笑着说道，这整条街都是我的。嚯，叶晨忍不住赞叹道，老板大手笔啊。刘曼琼笑道，你想留住一些人和事，总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。刚说完，路边几个摊贩看到刘曼琼，都非常恭敬地说道，曼琼小姐好。曼琼小姐您来了。曼琼小姐今晚想吃点什么？刘曼琼一一跟他们打招呼，甚至能叫得出每个人的名字。应酬完了，他便对叶晨说道，港岛前些年经济一直在快速增长，这种地方早就要被人买下，准备重新开发了。当时这条街的主人为了赶走这些摊贩，在他们租约到期之后，一夜之间涨租好几倍，很多摊贩交不起租，于是就陆续撤档了。所以我就去求我爸，让他无论如何也要把这里买下送给我，只要他愿意把这里买下送给我，
我就许他娶那个女人进门。说着，刘曼琼摊了摊手，笑道，于是我就如愿以偿成了这条街的老板，这条街所有的档口还有两边的商铺都是我的。怎么样，厉害吗？厉害，叶晨笑着问道，所以你是在买下这条街之后又把这些摊贩请了回来是吗？是，刘曼琼点头道，我把他们每个人都请过来，承诺他们只要他们还愿意在这里开档，我就永远不涨租。不仅如此，他们在这里经营所有的水电、清洁和维护保养的费用也全是我来出。这些年物价涨得厉害，他们每年交的租金其实都不够这里的维护费用，每年还要我爸的公司再补贴一部分。叶晨笑着说道，看来你爸对你还是不错的。刘曼琼点点头，他对我是很好，因为这么多年他一直很想换取我的原谅。说着，刘曼琼表情逐渐冰冷，认真道，但我妈走的时候真的很痛苦，她从生病到去世的每一幕，我到现在都历历在目，所以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她。眼看刘曼琼眼眶泛红，似乎又勾起了某些痛苦的回忆，于是叶晨便开口问道，对了，曼琼小姐，南叔说你没带男生来过这里，为什么今天在你家第一次见面，你就要带我到这儿吃饭？刘曼琼撇撇嘴，你不要自作多情，我可没想带你到这儿来。叶晨忙道，饭桌上不是你说的吗？晚上要带我吃些港岛的小吃。刘曼琼脱口道，我是这么说了，但没想带你到这里来，我之所以这么说，就是想让你知难而退，没想到你还厚着脸皮答应了。说着，刘曼琼又道，再说港岛小吃街多了去了，你既然答应了，那我随便找一个就能把你打发掉。叶晨不解地问，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在这儿？刘曼琼一下子说不出话来，白皙的面庞不知因为紧张还是羞臊，竟然泛起几缕红润。于是他连忙嘴硬地说道，之所以带你来这里，是担心钟家人找过来报复你，如果他们真找过来了，我在这里这么多熟人，多少还能罩着你一点。叶晨撇撇嘴，我才不信，你觉得我还需要忍仗？刘曼琼气鼓鼓地白了他一眼，开口道，行行行，你最厉害。今天晚上你不是要去兰桂坊吗？我等着看你在兰桂坊大杀四方。叶晨笑眯眯地问道，你真想看？刘曼琼赌气道，对，真想看，就怕你罩不住，我还要想办法求人救你。叶晨打了个响指，挑眉道，既然你想看，那我一定如你所愿。